過去幾十年，現代工業國家的結婚率持續走低，離婚率不斷攀升，而我們社會的婚姻觀還正處在封建文化和現代理念的交替衝突裡。婚姻制度到底還能不能適應現代社會？結婚到底是為了圖經濟依靠，還是為了愛情？生孩子是人的本能，還是社會精心設計好的義務？還有，社會總是提倡父母共同養育，那去父留子、去母留子到底可行嗎？今天我們一起來拆解社會學經典著作《生育制度》。我認為這是目前市面上解釋婚姻和生育最透徹的一本書，非常值得每個年輕人讀一讀。這本書裡有4個核心的觀點，真的讓人大開眼界。第一生育本質上是損己利人的，是社會設計出來用來保障種族延續的制度。第二，傳統婚姻從來不是為了愛情而結合，而是為了撫育孩子、確立父母。第三，人類是為數不多有父親角色的動物，但父愛不是本能，是社會規訓出來的責任。第四，親子之間的矛盾本質上是社會規訓和個體之間的衝突。我會一邊講解書裡的觀點，再結合我個人的理解，聊一聊我們年輕人該如何看懂這套傳統制度，然後超越它，創造屬於自己的幸福。一、生育制度的本質不是本能，是損己利人的文化設計。生育其實分為2個過程，生殖和養育，但生殖本身並不是本能，性才是本能。過去避孕技術不發達，生殖只是性本能沒有辦法的意外結果。上世紀有了避孕措施，有的人開始只享受性不生殖，有的人甚至只選擇生殖不養育，所以養育也不是人的本能。你想把一個孩子從襁褓養到獨立，要投入10幾年的時間、金錢和心力，還要犧牲生活質量，本質上是在為社會培養勞動力。說白了，就是犧牲自己，成全社会。費孝通發現現實裡有很多人生而不養，養而不教，這恰恰說明成為一名負責任的父母其實是違反人性的。越是強調生養孩子的天經地義，就越說明它不是本能，而是被設計出來的社會義務。你想想看，如果生育真的是人類的本能，那我們還用一代又一代費心費力的催婚催育嗎？費孝通說，只有違背生物本性的事情，才需要文化來干預。就好像没有人會呼籲說 Ladies and gentlemen， 鄉親們，我在此呼籲，咱們要用2條腿走路。因為那是本能啊。社會拼命呼籲的，恰恰是大家不願意主動做的，這就是文化制度的作用。那社會為什麼非要規範生育呢？因為社會需要種族綿續，人都會生老病死，要想正常運轉，就需要新的成員來接替分工，實現人口的穩定、經濟的繁榮。但這份延續呢，是以犧牲個體利益為代價的。費孝通寫道，徹底為自己利益打算的，就得設法避免生殖。我想，厭惡生殖的苦修和禁欲主義，多少是在想解脫這種自我犧牲的根源。這句話很扎心，但很真實。生育不是為了個人的利益，而是為了社會人口的延續。2、雙系撫育，父愛不是本能，而是社會規定的責任。你說爸媽一起撫育是我們的生物機制決定的嗎？不是的。費孝通發現，在動物世界裡，單系撫育才是常態。小崽子幾乎都是由媽媽單獨帶大的，多數動物根本沒有父親這個角色。我也查閱了一下哈佛雜誌的人類學文章研究，它也證實呢，雄性投入育兒行為在哺乳類動物當中很少見，在靈長類動物當中尤其罕見啊。這就意味着人類的父親角色是社會後天構建出來的，有利於兒童的生存。費孝通在書裡一針見血地說，苟其父愛是出於本能，則具有這種本能的動物不應有撒野種、不可認賬的混蛋了。在人類中，更不必立下種種規範和手續來確立父子的關係了。也就是說爸爸不是天生熱愛家庭，而是被社會馴化出了責任感。有人會問，人類能不能單系撫育呢？難度很大。人類幼崽非常難養，出生後不能自主活動，要哺乳好幾年才能走路，還要經過漫長的教育和社會化才能融入社会。光靠一個家長根本扛不住。你看發達國家英國、美國、澳洲的統計單親家庭的貧困率總是雙親家庭的好幾倍。
確實一個人的收入往往沒有兩個人一起賺錢多嘛。為什麼我們的社會仍然很看重雙親撫育呢？去父留子，或者像以前的部落那樣集體養孩子不行嗎？除非以後國家替個人養小孩啊，否則這個養育的責任鑑定是很困難的。跟着我一起想象一下，在遠古的母系社會裡，孩子根本不知道爸爸是誰，部落裡有祖母、姐妹、舅舅幫忙帶娃，但是幫忙和負責是兩回事兒。一旦孩子出了問題，孩子被狼叼走了。哎呦，跟我有什麼關係啊？他舅舅負責。跟我有什麼關係啊？他阿姨負責。No， 又不是我生的，跟我有什麼關係啊？大家就會互相踢皮球，沒有人能明確承擔主要責任。社會要想穩定延續，必須把撫育責任清楚地固定下來，所以父親這個角色才被制度性地創造了出來。費孝通認為，在傳統農耕社會的性別分工裡，雙系撫育是對孩子最有保障的養育方式。讀到這裡，我也研究了一下中國單親家庭的情況，你會發現，不同於其他的發達國家，中國對父親的責任馴化更為深刻。北京大學社會學者張春妮的研究發現，單親爸爸才是中國離異家庭的主流，每10個單親家庭裡，將近有7個都是單親爸爸。而在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單親家庭通常是以單親媽媽為主，爸爸逃跑缺位是常有的事兒。這也側面說明我們的儒家文化和農耕文明對男人的責任感規訓還是挺有效的。3. 中國式傳統婚姻重責任輕情感。費孝通發現了一個很現實的問題，經營家庭比經營社會關係難得多。為什麼？因為社會上的關係大多是片面合作，而家庭需要全面合作，摩擦更多。咱們舉個簡單的例子哈，在社會上呢，你找個運動搭子一起打打球、跑跑步，你不用管其他的，這種關係很輕鬆。但家庭不一樣啊，兩個人在一起要面對經濟、情感、養育、家務等各種瑣事，相互依賴極深。而且這個世界上人和人同甘共苦、精神共鳴、推心置腹本來就很難，這種緊密的夫妻共生關係往往伴隨着人性劣根性的碰撞，經常會發生衝突、指責，還有各種 drama。也正因為如此啊，傳統婚姻裡經濟價值和情感價值很難兩全。費孝通發現，為了調和這種矛盾，社會文化乾脆讓夫妻們選擇片面合作，也就是老年人那種重責任輕情感的家庭模式。小家庭的核心作用就是生存、養育孩子，愛情不是什麼必需品。我們現在追求的愛情與婚姻綁定，其實是近100年才出現的現代理念。和傳統社會的人相比，我們這一代年輕人更看重情感價值，要三觀契合、彼此相愛、深度信任才願意走進婚姻。所以你要想好，你不想和任何人有經濟生活和情感的捆綁，獨自燦爛，還是需要一段長期的承諾的親密關係？你的價值排序是什麼？這裡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點我的觀察，如果說的不對，請大家多多指正，在評論區探討。人生很難既要又要，若不打算一直單身呢，擇偶時就必須在經濟價值和情感價值之間做出一些取捨。你既要求對方事業能力強，又希望對方能提供滿滿的情緒價值，這兩種屬性本來就是互斥的，幾乎不可能出現在同一個人身上，除非你跟神仙在一起。管理學研究也能佐證這一點。agreeableness 宜人性程度比較高的人啊，善解人意、細心體貼、懂得謙讓，但是在職場中很吃虧，很容易職場發展陷入瓶頸。而那些事業成就很突出的人，大多目標明確、野心勃勃，往往具備一定的戰鬥性、操縱性，比較自我，不太會考慮別人的感受。在事業當中，只有原則這2個字，沒有親情，沒有朋友。你可以觀察一下你的大老闆，大概率不會輕易和你共情的。若底下的人哭2聲就動搖決策，那企業的10年戰略就完蛋了。所以有野心、社會成就比較高的人，基本上都有超出常人的偏執。這種特質在職場上是優勢啊，雷厲風行，充滿人格魅力，很有領導力，很容易就把事兒幹成。畢竟我們的商業社會是獎勵這種有攻擊性、敢於承擔風險的人。但是呢，在家裡作為伴侶，你會非常痛苦，你面對的是一個不可忤逆的家庭集權。
所以有婚戀需求的人一定要想清楚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麼。若喜歡事業強悍，能讓你少奮鬥幾年的人，就別期待他像暖寶寶一樣遷就你。若想要能滋養你情緒的共情能力高的人，就別嫌棄他野心不夠，事業普通。因此呢，我認為傳統婚姻的經濟價值與現代婚姻的情感價值就像一對蹺蹺板，幸福的生活從來都是有捨有得。4. 原生家庭的隔閡是舊規訓與新自我的衝突。費孝通發現，中國父母很難把孩子當作獨立的個體，親子之間除了關愛總是夾雜着權力鬥爭、控制。為什麼呢？因為這既滿足了父母的心理需要，更是社會的需要。費孝通認為，每個人都有理想自我和現實自我的差距。好多中國人一輩子都在後悔當初的選擇，遺憾自己未完成的理想。費孝通寫道，普通人怎樣卸去一些悔恨的重負，滿足再來一次的重生願望呢？生個孩子。費孝通發現，中國人普遍把孩子當作自我的延伸，把沒有實現的理想全都投射在孩子身上，希望孩子能更有成就，不走他的錯誤老路。本質上呢，這是一種自我重生，但是呢，也是把自己的人生責任變相的外包給了孩子自己努力改变很困難，做不到，但是讓一個弱小的孩子承擔很簡單。太好笑了。孩子，別開小差，好好做作業，你才考幾分東西啊？看什麼看？又不好好學習了。因此望子成龍的過程中，往往伴隨着親子衝突。這就讓我聯想到了我身邊的一個例子有一次我打車碰到了一位鄉鎮的司機師傅，他跟我聊起了家裡的情況。他說，我老婆每天強迫剛上1年級的孩子寫作業，寫到晚上11、12點，孩子不想寫，他就打他，說只有這樣努力，以後才能考上大學。孩子一邊哭一邊說，我討厭做作業，你老是逼我做作業，我死掉算了。然後我問他，你和你老婆考上過大學嗎？他說沒有。我又問，那你為什麼覺得讓孩子熬夜寫作業就一定有效果呢？他說，我們村裡的親戚都這麼做呀。我接着問，那你們村裡的親戚上過大學了嗎？他說沒有啊。然後我繼續問他，那你有去問問那些孩子考上大學的親朋好友嗎？你有學習過睡眠和孩子大腦發育的知識嗎？他陷入了沉默。其實這就是很多父母的現狀，自己都沒有活明白，卻以為自己掌握了世間的真理，用錯誤的方法強加給孩子去指導他們的人生。那自己在社會上能力呢也確實有限，事業上受到打擊了，有時候就拿孩子當出氣筒。用心理學家武志紅的理念來說，就是全能型自戀，全能暴怒像巨嬰一樣，無法接受自己的無能，無法接受世界不按照自己的意志來運行，只能欺負弱小的孩子。有時候我真的很好奇，世界上大多數的崗位都是有上岗資格證的，醫生要考執照，老師要考資格證，就連開車都要考駕照，可唯獨父母這個崗位沒有任何監管，不需要考試就直接上崗了。那麼是誰授予了父母這麼大的權利，讓他們可以隨意的控制孩子呢？按照費孝通的理論來說，社會賦予了父母權利，父母是社會規訓孩子的中間代理。費孝通寫道，在一個撫育是父母的責任的社會中，父母就得代表社會來征服孩子不合於社會的本性，因之而為親子間的衝突，化而為施教者和被教者之間的衝突，再化而為親子間的衝突。如果你的原生家庭不怎麼理想，那年輕人應該怎樣活出自己呢？費孝通建議社會性斷乳。由夫婦和孩子構成的家庭三角結構會隨着撫養任務的結束而瓦解。年輕人要學會經濟自立，在精神層面更是要斷乳。書裡有這樣2段話，我覺得可以幫助當下的年輕人學會獨立孩子從小只要張嘴哭就有乳吸，伸手要就有玩具。這個世界是一個隨心所欲，說蘋果蘋果就來的神話世界。若是孩子能永遠得到這優待，他將成為天宮裡的王子了。可是真實的世界裡，哪裡真會像是神話？一切東西都得費心費力去求取。在私有制的社會裡，除了父母，誰肯無償地授予你他自己勞力的結果呢？
一個在家庭環境裡生活得太久的孩子，他會在家外的競爭場合中失去適應的能力。在家裡，他所碰着的人是到處都願意成全他的，至少也是為他的益處着想的。可是在競爭的場合下，卻不全是這樣的，在利害關頭可以是你死我活，毫不留情。獨立的做選擇，不要動不動就想着爸爸媽媽來幫忙，要學會為自己的人生來負責了。因此呢，這本書告訴我們，婚姻、家庭和生育是社會為了人口延續而設計的一套文化制度。它在過去的時代裡有效，但在今天呢，我們的生產模式和需求已經變了。我們不再追求湊合着過日子，而是更看重自己的幸福。所以未來的抚育模式也可能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看懂這套制度不是為了否定它，畢竟它存在就有它的時代合理性，而是為了不被它無意識的綁架，清醒地做出適合自己的選擇。你可以選擇結婚，如果遇到真愛了，也可以選擇單身，你可以選擇生育，也可以選擇不生育，沒有哪一種選擇更好，你按照自己的情況做出最優的選擇就可以了。我認為新時代的幸福主義不是活給別人看的，也不是為了迎合社會的期待，而是要清醒的自知、自主選擇，忠於自己。如果你覺得今天的內容讓你對人生有了新的理解，請記得點讚、收藏、轉發給你的好朋友哦。關注我，我們繼續讀有趣的書，拆解人生難題。我是夏冰雹，我們下期再見，拜。